小雪同志呢？徐长官，他没来啊？是今天没来，还是这几天都没来？不光今天没来，这几天也一直没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啊。耶律一共进去不到1分钟，应该没有什么违规行为。去问一下张太太，看她来干什么。是。小雪，是我，是我。我。干嘛呀？找我干嘛？找你有事儿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今天上午你在，这应该怎么说呢？你在教导我的时候，我闻到了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，所以我知道你在这儿。你能找到我不奇怪。说吧，你要跟我说什么？要不咱们换个人少点的地方说，这人多我不好意思。敬爱的许留心同志，在向你表达真挚的歉意之前，请允许我先附上我对自己人性缺点上的剖析。我耶律齐这个人，爱嫉妒，有野心，罪恶的念头多得连我自己的思想都装不下。不用念了。那你原谅我啊？原谅，也没什么不原谅的，哈。给我。啊，给你。这个下次你说话再伤人的时候，我自己拿出来看看。没问题。我这个人吧，我的缺点就是太爱显示自己，总是想证明自己的存在。我其实也特别讨厌我这一点，但是你说人吧，改正缺点总得有个时间，我怕我在关键时刻还是会忘记。也是，要不然就不是你了啊。你也一样，总是为别人着想，哪怕自己生气的时候也不例外，不然也不是你了。好，那从现在开始，咱们就不说这个话题了。你也道歉了，我也接受了，那咱们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好，好。
说说案子吧。这个案子我觉得最大的疑点就是小丸子的账目对不上。你想，他以前是要拿$5000贿赂我的人，怎么可能因为$200就丧命了？而且巴比哪吒是魔术师，他不是杀人狂魔，他只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钱。如果小丸子把钱给他了，他是不会轻易杀人的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转得真快。你跟我讲案子，我肯定得转啊，那不然我应该……没事，你继续。小丸子是一个久经欢场的人，他比任何人都了解男人，而且他为了他女儿，他也不会轻易丧命。哎，比如说，要是你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一个男人站在你的床头，问你要本来属于他的存单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我又不是他，我怎么知道他怎么选择？但事实上，小丸子肯定把存单给了巴比哪吒，不然巴比哪吒怎么取的钱？但问题来了，巴比哪吒既然已经拿到了钱，他为什么还要杀人？而且这钱本来就是他的，他没有抢劫，更没有理由杀人灭口了。有道理。另外别忘了，小丸子曾经试图贿赂过管教，又有外逃前科，而且搜查处的人以前搜过他身好几次，什么都没有搜着，所以他不可能把存单放在自己身上，不然早被搜到了。那会不会是他在进入收容所之前就把存单给藏在哪儿了？小丸子在巴比哪吒的逼问下，他就说出了藏匿的地点。但是这存单不止一张，巴比哪吒呢又想吞并其他人的账单，所以才杀他灭口。你听你推理的多好啊！所以啊，当时这个疑点我没有说，因为说了也没用，别人也可以拿这个分析去做解释。但我之所以怀疑，是因为巴比哪吒在死前的几分钟，他太镇定了。不过这只是我的感觉罢了，不能作为证据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是我们老纪上任安保组组长以来主抓的第一个大案，他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砸他的脸。我就知道你肯定有私心，原来你拿破案当请客吃饭呢。哎，也不是这样。如果这案子有重大瑕疵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买单的。而且老纪分析的有理有据的，也不能因为我的一个猜测让他下不来台吧？你呢？你有什么发现？伤口不对，算不算发现？你是指巴比哪吒的伤口？当然是他了。我问过剧场的管事，巴比哪吒有一个明显的重要的特征，他是个左撇子。你说这些人怎么都是左撇子？还有谁啊？卢永华呀。不过他跟这案子没关，你接着说。哦，巴比哪吒的脖子上呢，一共有7道伤口，其中6道都是从左到右由浅至深，这个是很符合左撇子用刀的伤口特征。但唯独致命的那道伤口，两边深浅是一致的，这个是看不出来特征的。走。走啊。这伤口虽然有疑点，但我还是想不明白，巴比哪吒当时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，几百个人看着他。如果他不是刺杀，那凶手是怎么杀害他的？明天咱们还得去趟剧场，这个发现谁也不许说。为什么？还是那句话，不想节外生枝。还是那句话，不想节外生枝。
经管会的复查现场。铁蛋儿到，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把剧场的电路都修好？修好了。铁蛋儿跟我来，小许留在这儿。是。铁蛋儿，到，拿起门板，把自己关在木屋里。是。小许，啊，关灯，哦，把手电打开。灯打开，你过来。哦，铁蛋儿，出来吧。没想到这么封闭的小木屋也是有缝隙的。可是，这上面木板的缝隙不超过3毫米。如果要想造成这样的伤口，那这个刀的厚度也不能超过3毫米，那它长度至少也要50公分。可是谁能在演出的时候带着这样奇怪的刀具上台而不被发现呢？难道做成这样致命的伤口只能用刀吗？那还能是什么呀？小许，啊，把木屋上的每一条木板都做好编号，任何一个细节和痕迹都记录下来，交给我。嗯，铁蛋儿，找一块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木板带回去。是。在这档案室里猫了一天，饭都没吃了吧？先别忙活了，我来是求你件事儿。哎呀，老季啊，咱俩都啥关系了？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我非常清楚。嘿，你以为我来干什么？求你别让我下不来台啊！你这也太小瞧我们共产党人了吧？什么是台啊？台是人民给的，我们要是真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儿，那才是他台。我来就一句话，就算是你把这个案子整个推翻，重新再来，我也发自内心的高兴。咱们只要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，那才是对得起人民。哎呀，看来我还是不太了解你啊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你看，再者说，就算你把这个案子翻过来，
重新破了一遍，那是咱们安保组的功劳啊，对吧？这证明再复杂的案子，咱们也能把它搞清楚。我这当组长的脸上也有光。老季啊，这可是你抓的第一个大案呀！我抓的怎么了？我不就是个组长吗？组长是干嘛的？是为你服务的。琪琪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都要记住，正因为是我在当这个组长，你才更要没有顾忌、没有顾虑的去办案啊！出了事儿我担着，有了功劳咱们一起担。你太会说了，你不当组长谁当组长？少来，赶紧吃饭，吃完饭我给你按。饭还是热的呀。处长在啊。报告，进来。处长，啊，这么着急找我，什么事儿啊？小丸子的案子，还有巴比哪吒的案子，幸亏没结案。是吗？来，坐下说。哎，有什么新发现？哟，这处长，来，坐。啊，说吧。我晚上睡不着觉，我就翻来覆去想您说的话，越想我越觉得有道理。这两个案子有点太合理了，反常即妖嘛。所以今天我就想再检查一下巴比哪吒的伤口，谁知道还真让我看出蹊跷来了。巴比哪吒的伤口在脖子，可这伤口有问题。巴比哪吒他是个左撇子，可他那道致命伤呢，却不符合他左手用刀的习惯，所以现在不排除他杀的可能。我看过整个案子的调查报告，当时巴比哪吒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，然后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案发的时间非常的短暂。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是他杀，那么凶手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？这就不是我能想到的了。不过我相信耶律，他一定能给出合理的解释。现在，假如我就是那个女助理，我们有请大师上场，鼓掌。大虎，由于考虑到你的气质和巴比哪吒非常相像，都是非常具有魔幻性，所以我想请你上台扮演一下巴比哪吒。处长，魔幻性。现在我们邀请一位观众上台，亲手捆绑孙大师。再这次教我了，我。我们现在再请一位观众上台检查一下捆绑的是否结实。检查还是你。哦。别检查，赶紧过来说。绑得非常紧，没有问题啊。好，下去。哎，我们现在还需要4位观众上台亲自把门板钉起来，让我们一同见证奇迹。你们3个上来，加我一共4个人啊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。
律师，赶紧松手！我是想更真实的还原现场情况，所以劲儿用的大了一点。大虎，我给你松绑。别用劲儿。对不起。好了，在座的诸位都坐好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听我来跟大家娓娓道来。追光！据我的推断，巴比哪吒死亡一案，内情是这样的：当演出进行到密室逃脱的环节，走上舞台钉木板的那4个观众里，一定有一个人就是杀死巴比哪吒的凶手。只有这4个人，当时既可以接近巴比哪吒，又有机会借查看钉子是否钉紧，走到小木屋的背后而不引起怀疑。他用一根能造成刀口状伤痕的钢丝勒死了巴比哪吒，而巴比哪吒的咽喉部被勒紧，无法呼救。当时我们只能听见钉钉子的声音，所以我们和剧场内的观众对小木屋里的情况全然不知。而凶手得手后，随着其他观众离开了舞台。刚才就是我对内情的分析和推断，在座的诸位是不是心服口服啊？那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呀？当然是因为钱，就是因为以小丸子的名义存在外资银行的那笔巨款。这个要从巴比哪吒杀害小丸子一案说起。巴比哪吒在知道妓院被查封，小丸子被抓后，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存单，铤而走险，用独轮车绝技潜入看守所。对于一个他这样的逃脱术大师来说，挂在小丸子独立监房外的那把锁，简直是形同虚设。请看在我女儿的份上，饶过我吧。看在钱的面子上，我可以饶了你。说。我说，我都说。小丸子为了保命，说出了全部存单的藏匿地点。万一你要把今天的事情说出去了，怎么办呢？不会，我不会说的。还是这样放心。巴比哪吒杀人灭口，用小丸子监房内的床单伪造了小丸子自杀的现场。然后，又用同样的手法离开了看守所。怎么样，小许？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杀巴比哪吒的凶手是谁啊？当然是银行内部人员。为什么？这还用问吗？
我会认认真真、详详细细的跟大家做讲解的。那个，只是我现在有点口渴，能不能麻烦小许同志给我倒杯水？最好是带冰糖的。个贱货！大家不要忘了，虽然巴比哪吒拿了小丸子的存单，但是存单上所有的名字都是松下小丸子。涉及这么大一笔外币，如果没有银行内部人做内应，那么他只有垂涎3尺的份儿，所以他需要一个内应。事成之后，1人1半。那么对于银行内部人来说，如果拿到了存单，只要确保主人已经死亡，他便可以不露痕迹地把这笔钱化为己有。那么巴比哪吒就很有可能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。在座的都听懂了吗？现在你们要做的，就是赶紧去各大银行调查，记住只限外资银行，看看最近哪家银行有大额的外币支出，谁经的手，谁就是凶手。我相信3天之内这个案子就破了，但是有一点，不许和我争，我一定要亲自给犯人戴上手铐。你说凶手下台以后就溜走了，那季组长上台以后是谁在下面开的枪呢？当然是内应了，是凶手的帮凶，怎么样也要过来看一看巴比哪吒是不是真的死了。按照你的推理，凶手之所以这么大费周折，就是为了制造巴比哪吒自杀的假象。可是他如果在观众席开枪，那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，引着我们去怀疑他这个案件的性质吗？凶手怎么会知道我们在那个时候来到剧场抓捕巴比哪吒？他们一定认为自己万无一失了才会动手。那好，我现在修正一下我的论点。当时留在现场的不是帮凶，正是凶手本人。我曾经破获的数起凶杀案里，有17起凶杀案，凶手在做完案以后仍然留在现场。他们有这样一种心态，就是要亲眼目睹一下自己的杰作。大虎，你一定没有听过吧？更没有见过，但是我见过，而且见过17次。当然了，这17个犯人也当然是被我亲手铐上了手铐，送上了刑场。这可不是吹牛皮的。我还有个问题，耶律啊，按照你对小丸子的了解，你认为小丸子这个人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吗？处长，你说什么？单纯？她是一个资深的妓女，在她的词典里只有风尘，没有单纯。那好，那问题就来了。假设说你的推断是正确的，小丸子已经被巴比哪吒控制，并且受到他的威胁。小丸子既然不单纯，那他完全可以猜到，如果他拿出了这批真实的存单，他完全可能会被杀人灭口。他为什么不撒一个谎，先让巴比哪吒离开？看守所戒备森严，巴比哪吒离开以后，难道他还敢再一次来吗？那要看巴比哪吒是如何威胁小丸子的。小丸子的软肋是他的女儿，如果巴比哪吒拿他女儿的性命来威胁他，你认为他还敢骗他吗？好了，诸位，咱们不要光坐在这里论道，我们现在应该行动起来，赶紧去各大外资银行去调查。我呢就不去了，因为大家知道，推理是非常伤脑筋的。我这2天累得厉害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追光。什么意思？我觉得说的还有点道理，我也听没听过，没听，就是这个。针对耶律齐的推理，大家谈谈看自己的看法。他的推理是唯心主义，
不能全信。我倒是觉得起码中了80%。如果耶律齐的推断是正确的，那么这个案子反而变得简单了。盐城的银行虽然多，但涉外银行就这么几家。季组长，你马上组织人手对这些银行进行排查。是。大家散了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，久等了。来，坐。卢兄，我目前手头能调动的贷款就只有这些。不过这些应该够你们夫妇打点港英当局办理入境的。刘兄，哪用得了这么多呀？哎呀，穷家富路拿着用吧。笃信兄弟呀，你对我们可真是再造之恩了。就我们到了香港之后，就如同那个游龙入海，必有一番新天地的。到时候你在那边有什么事情，尽管吩咐我们呀。啊，还有这个钱一定会还的。哎呀，我跟卢兄，我们是多年的球友，这朋友相助，谈不上什么恩典。话说回来了，真要是事成之后，那我自己在香港还落个朋友。是。哎呀，行情我也打听过的，这些钱打点下港英当局是够的，只可惜共产党不兴吃黑钱的，要不然啊，出境手续都办下来了。怎么，出境手续还没办妥啊？要不要找耶律啊？他是军管会的红人，这一招先吃遍天。要不，我做东，请他出来吃个饭，请他帮忙。他已经帮过我一次了，给我引荐了秦处长，秦处长也答应帮忙。我看这2天我再找个机会催催耶律，让他帮我打听一下事情的进展。哦，那好，先这样。哎，耶律这人啊，吃软不吃硬，多给他说好话，多戴高帽。啊，晓得。哎，我送送你。那行，卢兄，那我先走一步，好，告辞了啊！祝一切顺利，谢谢，告辞啊。车怎么了？车胎爆了。爆了？啊。那怎么了？这是？车胎炸了？车胎扎了。这不能停车。哎，来2个人来，过来，帮忙！哎，来，推下车来。来，1、2、3，走！
刘先生，干什么呀？有人想你了，想请先生过去喝茶，叙叙旧。先生不会不给面子吧？哎，朋友，别拿枪这么顶着我，别冲动，留神走火。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好了，好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行了，修好了你自己回去吧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好的。因为解放前马扶摇曾经派手下抢过大金银行，所以我们在制定银行的保卫方案的时候，对大金银行还有刘祥礼本人进行了重点的保护。今天上午我本来是想去大金银行调查巴比哪吒的案子，结果发现有一辆黄包车一直在跟踪刘祥礼，就起了疑心。可是因为事发的太突然了，有2个特务跑掉了，现在这个案子已经移交到政保组孙组长那儿了。好，小吉啊，你没受伤吧？谢谢处长关心，我好着呢。不过现在这个巴比哪吒的案子啊，还没什么进展。我已经调查了8家银行了，最近都没有大笔的外币支出，最后的2家应该今天也能出结果了。差一点就得手了，我们今天又损失了一个弟兄。没想到共党防范这么严密。共产党刚做了江山几天呢，就有如此手笔。看来老蒋的反攻大业不过是过过嘴瘾而已，咱们这辈子怕是看不到了。还是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吧。那您看，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？先图自保吧。怎么样，在我的带领下，案子破了吧？谁这么大胆呀？不经我的手就把犯人逮了？这和你没关系，这是人家刘小礼感谢季组长，这不是惊奇？感谢政府，感谢大军同志替我们储户追回了那么多的钱款。您太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！你看，政府大军同志为我们这些储户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，我们表示感谢。一定代我向你们的储户表示一下我们的感谢。一定，我一定带到。感谢政府。哎，耶律，处长请你过去一趟。那刘小礼，人都来了，没什么事的话，办公室里聊会天。啊，那好，行，好。
怎么了？他还以为这俩挂鞭炮是给他放的了。月光下的城，北风中是谁的白雪皑皑，凌乱的脚印。冻僵的行李不必打开，免得逃避难为情。船死都不愿改不掉总是对我很慷慨，交给我的心习惯了偏执的距离，一再小心也逃不过易碎的你。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怕被害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总是对你很慷慨，交给你的心，天真的跑进风里，不再小心，一路上逆风而行。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，在哪里等着你来把这心打开，别说你不愿被爱，在哪里等着你回来，来去也许不该错过彼此的精彩。或是不该，那么一定是精彩，精彩的不该。